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年早些时候，中国对稀土金属镓和锗的出口进行了限制，当时让西方非常不好受。近日呢，德国媒体又报道一条更爆炸性的新闻，那就是中国限制出口稀土提炼技术，包括相关的机器。用德国媒体的话语说，中国采取这一步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步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感到非常高兴。这消息来得太迟了，不过另一方面，来得迟总比不来好。那咱们看看德国媒体对此是怎么报道的。我们先看德国商报的消息：备受追捧的原材料，中国禁止稀土加工技术出口。中国不再出口可用于提取和分离稀土的机器，这样中国正扩大对这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金属的控制权。在欧盟讨论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之际，中国正在收紧稀土出口法律。周四，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稀土金属加工国禁止稀土提取和分离技术的出口。该国将保护国家安全作为此举的原因之一。稀土由17种元素组成，主要用于生产磁铁等，它们是电动汽车、风力发电机和电子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虽然西方国家正努力建立自己的稀土加工厂，但禁令可能对所谓的重稀土影响最大。这些稀土用于手机、医疗设备和武器。中国事实上垄断了稀土的提炼，尽管稀土在世界范围内比其名称所暗示的要常见得多，但其开采成本高昂，而且也牢牢掌握在中国手中。与此同时，随着中国向更低碳的经济转型，对稀土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。随着近期出口的收紧，中国正在扩大其对几种战略金属的主导地位。例如，10月份，中国政府对石墨进行了出口管制。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墨生产国，同时还将世界上90%以上的石墨加工成几乎所有电动汽车电池所使用的材料。Horizon Advisory 公司的 Nathan Pikasage 说，这清楚地表明，在价值链的任何环节依赖中国都是不可持续的。好，这就是德国商报引用路透社的新闻。当然，它的语气呢，我们也知道，就是非常的德国。好，我们接着看看德国焦点新闻的报道。它的报道有点不太一样，可能并不是直接采用路透社的新闻。我们看看，中国升级事态，停止稀土开采技术出口。配图说明，中国禁止出口战略金属的相关技术。据论坛报报道，中国宣布将限制一系列稀土开采必需技术的出口，这是一个震撼全球贸易格局的里程碑式举措。这项限制涉及到2种战略金属镓和锗。此前，这2种金属的出口需经中央政府批准。该法规现已扩大到包括稀土提取所产生的其他技术。稀土是17种元素的集合，在高科技产品中具有重要意义。中国收紧战略金属出口管制，这些金属对各行各业的技术发展至关重要，包括电动电池、半导体、智能手机、液晶显示屏、互联网和风力发电机以及军事装备。将出口限制扩大到稀土开采技术的决定，标志着全球贸易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这一战略决策的背景是中美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。正如论坛报所写到的，中国旨在通过剥夺其贸易伙伴获取这些重要材料的能力，来加强其在技术问题上的独立性。中国目前控制着全球约3/4的稀土生产。中国禁止出口关键开采技术。商务部发布的新规定禁止出口稀土开采、加工和冶炼技术。不过，这并不影响含稀土产品的出口。然而，这项措施可能会阻碍该行业在中国以外的发展。尽管名为稀土，这17种对高科技至关重要的金属却相对丰富。然而，它们特殊的电磁特性使它们成为战略金属。2022年，中国的稀土产量占全球的58%，提炼的稀土占89%。国际能源署 IEA 预测，到2040年，对低碳技术的需求不断增长，可能会使全球对这些金属的需求增加7倍。
欧盟可能向世贸组织提出上诉。据论坛报道，西方国家，尤其是美国和欧盟，越来越将这些金属的供应视为国家安全问题。鉴于全球能源转型以及与此相关的对未来可能出现短缺的担忧，这一因素变得更加紧迫。因此，欧盟可以考虑在世贸组织内采取行动，以应对中国的举动。现在来看看网友们的评论。第一条评论：把中国定性为敌人并实施制裁，当然是在所谓法治之下，然后在遭到中国反对时，我们却感到惊讶。我们的权利因我们的利益不断改变，但对世界其他国家毫不在乎。我们当然可以继续对中国实施制裁呀。下一条评论：当德国外交部长穿越世界历史，并辱骂每一个与他意见相左的人，并想与之宣战时，我们究竟以为会发生什么呢？由聪明人领导的各国并不把这个蹦床运动员当回事，但他们看到一个无所作为的德国总理，因此就认为那个蹦床运动员是以德国的名义为德国主权说话的。下一条评论还是这位网友，他说：蹦床运动员想要在外交政策中展现女权主义风格的那一天，可能是过去75年来最黑暗的一天。毫无头绪的胡言乱语，试图向训练有素的专家们解释外交政策。就年龄而言，他算成年人，但行为举止却像个不懂事的儿童。他喋喋不休，不假思索地相信自己是世界的中心。人们真的能感觉到他相信自己在简历中所说的东西。德国知识补充，在德国，其实德国媒体及德国普通人都知道，目前的德国外长，也就是那个所谓的360度外长，很可能对他的简历进行过美容，也就是说造假。比如他说他在伦敦政经学院学习并取得过硕士学位，他以前是蹦床运动员，此人极度无知自负。他的名言为普京转360度，一年有560天，几十万公里以外的另一个国家等等等等，数不胜数。很多德国人觉得他就是德国的耻辱，但是却忘记了他就是德国所谓的先进的民主制度的怪胎呀。下一条评论：欧盟可以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，并认为这会伤害中国，可能只有德国人会相信。下一条评论：任何人如果不断的善意的将自己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成功传授给中国，而自己却停止研究，那么他不得不预料到会被自己的成功勒索。下一条评论：既然欧盟的欧洲官僚们已经决定今后不再从中国采购稀土，为什么还要中国提供加工设备呢？下一条评论：中国控制着3%的稀土生产，世界上其他国家可能完全沉睡了。下一条评论：贝尔伯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批评中国，现在这就是报复。当我们的经济不再具有竞争力时，我们所有人都会遭受损失。接着我想说说我的想法。美欧西方这种只准美欧放火不准中国点灯的这种强盗逻辑，我非常的鄙视。过去几年，你看美国可以任意禁止出口芯片给华为，可以任意制裁很多中国公司，而且呢是以莫须有的罪名。而现在中国只不过采取了一点点反制措施，可以说是帮你们西方脱钩断链。而西方现在都受不了了，说什么要到世贸组织告状，哼，这也太好笑了。当初架空世贸组织的是谁呀？那就是美国呀。美国与欧盟同属西方，他们是沆瀣一气的。这几年高喊脱钩断链制裁的，是不是西方？而现在中国真的只不过是帮了他们一点点搞脱钩，他们才想起了世贸组织要到那个地方去告状。哼，真的是太好笑了。什么叫不要脸？这就是不要脸。不过也难怪，他们根本就没脸。知道这个消息，也就是呢，中国现在以法律的形式禁止稀土技术的出口，我感到非常的高兴，真的想放鞭炮庆祝一下。而且我真的希望呢，中国政府好好管控这种稀土资源以及相关的技术，不要让西方得了便宜还卖乖，而且经常呢西方还倒打一耙，
过去的操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。当年搞全球化的是西方，按理说这也是资源以及资本的最佳配置，对环境来说也是最优的，而且也是最有效率的。本来这好好的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看西方，特别是以美欧为主的西方，看到中国迅速复兴啊，他们受不了了。突然之间，由当初的全球化倡导者，一转身就变成了单干的始作俑者。也就是说，西方不带中国玩，想自己干，而且他们这么做只是针对中国啊，到处与中国搞脱钩断链，到处制裁中国的公司。真的，这几年我真的是看够了西方的丑恶嘴脸，也受够了他们的虚伪与自私。真的，我实在看不下去了。你看，除了西方外，也就是美欧这20多个国家，其他的国家，比如说像东南亚的、中东的、非洲、南美等等，这些所谓的南方国家，纷纷与中国拉近关系。从这点就可以看出，谁得道多助，谁失道寡助。可以这么说吧，天下苦欧美久矣。西方这么做，他们以为到处围堵中国就可以让中国的发展止步，其实他们低估了中国人的团结与韧性。西方那种靠打压别人，而不是发展自身来取得进步的低劣文化是不可持续的。最近几年欧洲的相对衰落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。我们可以回顾一下，过去10多20年，你看看，特别是欧洲这些国家，他们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科技发明与创造？有什么高科技公司？可以说没有，对不对？除了美国就是中国，欧洲只不过是跟在美国后面，吃美国吃剩的东西。他们被美国卖了，还帮美国数钱。由这次俄乌危机，欧洲的体现就可以看得出来。欧洲国家当中，德国尤其明显，不知不觉他们都成了美国的数字殖民地，还不自知。而且他们以团结在美国周围而自豪，可以说他们心甘情愿被美国薅羊毛。真的，我从来没有觉得欧洲人像今天这样这么可悲，我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那么看不起欧洲人，鄙视欧洲人。不过寅吃卯粮的美国积累了30多万亿美元的债务啊，他们的未来也好不了多少。目前看来，美国表面上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，到处耀武扬威，全世界有800多个军事基地。过去几十年，美国发动了无数战争，只有16年没有战争的啊。他们打的都是些什么国家？都是些非常弱小的国家。除了1950年在朝鲜与中国交战之外，其他可以说都是弱小的国家。比如说最近的这些年，叙利亚呀、伊拉克、阿富汗呀，所有这些国家是不是比较弱小的国家，对吧？还有中美洲那些国家，比如说巴拿马、格林纳达，所有那些也是比甚至呢中东这些国家还要弱小。稍微有实力的国家，它就缩起尾巴了。而且最近特别的可悲，最近美国纸老虎的特性呢，就更加显现出来了。连也门这个胡塞武装，它都不敢动。我想地球人都知道，美国的军力和也门胡塞的军力哪个更强，对不对？但是美国就是不敢动，所以你看，这就是美国纸老虎的特性，外强中干。最近啊，美国对他的30多个盟友发函，要求他们都加入进来，在红海进行联合护航。但是响应者寥寥无几，甚至呢，比如说像西班牙，从一开始就拒绝参与，连澳大利亚现在也拒绝。澳大利亚不是号称美国最忠实的看门狗吗？现在他也不干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想趟这浑水啊！人家也门胡塞军打你这红海就太容易了，西方的军队没有什么战略纵深，他们没有时间预警。所以这风险还是挺高的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纷纷回避美国的要求。这时候美国才发现自己孤家寡人，与当初西方国家对美国的一呼百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朋友们，我其实挺相信因果报应的。俗话说，出来混迟早要还的。罗马帝国当初
貌似非常强大，对不对？还不是一夜之间就分崩离析了。我相信，貌似强大无比的美帝国也一样。所以，真的希望呢，中国政府能够好好的分析研判，看哪个地方能卡住西方脖子，那个地方一定要死死卡住，不能松手。同时，中国要好好发展自己，只有把西方彻底打趴下去，他们才会低下高傲的头颅。我真的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见证这一天，那么也算出了心头的一口恶气。不知道你们怎么看？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